很多人在准备退休的时候啊，都会把心思放在说，怎么样少缴所得税。但今天呢，我要告诉大家，还有另一个更可怕的坑呢，那就是 Medicare 的 IRMAA。那很多人明明退休收入没有很高，就65岁开始申请 Medicare 的时候，发现保费啊，每个月还比别人多好几百块钱呢。夫妻一年可能会多花了好几千美元在 Medicare 的保费上面。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啊，原因就出在2年前，也就是23岁那年呢，报的那份1040的表格。我们今天很高兴再度邀请到了泛宇集团 Medical Specialist Joanne 帮我们讲解一下有关于 IRMAA Surcharge 的问题。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Judy， 在美国生活超过了40年，有9张的专业执照。每周六美国东岸时间呢，我会固定和大家分享了最新的影片。我做这个频道是希望华人在美国享受生活，安心退休。如果你对这类有关于美国生活、税务、移民、退休的影片有兴趣的，欢迎订阅、点赞、留言和转发。如果你正在做退休的规划，有很多重要的问题需要提前准备，例如说如何避免退休金被强制提领，还有退休前必须要规划的几件事情，准备退休的时候几个关键的时间点，或者是何时提领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等等。我整理了一本退休规划的电子书，里面呢把这些问题都做了系统的整理。电子书的连结就放在影片下面的资料栏里头，你可以下载领取电子书。Hello， 大家好，我是泛宇健康保险部门的 Joanne， 感谢朱迪的再次邀请到他的频道做客。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很多朋友都会有的一个疑问。想请问一下，收入高会不会影响 Medicare 的保费？答案是会。不过这里影响的不是所有的 Medicare 的费用，而是 Medicare Part B 和 IRMAA 的费用。很多人以为今年收入高，今年的保费就会涨，那其实呢不是这样计算的。Medicare 呢每年计算 Part B 保费的时候，看的不是你今年的收入，而是你2年前的报税收入。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是2026年的 Part B 的保费， Social Security 主要参考的是2024年1040税表上面 MAGI， 也就是调整过以后的总收入。如果这个收入超过了 Medicare 规定的门槛，就需要支付更高的 Part B 的保费，这就是很多人听过的 IRMAA。 那也就是说2025年的收入影响的是2027年 Part B 的保费。所以呢，有些客户他会觉得很奇怪明明我已经退休了，那为什么我的 Part B 的保费会比别人要贵？原因呢，就是 Medicare 呢，它每次都是看你2年前的报税收入来算你今年需要缴纳多少钱。不过呢，也不用太过担心，我们可以提早做好财务规划。如果发生了重大人生变化的情况下，例如退休、结婚或者是离婚、配偶过世，那又或者是你的工作时间有减少，导致现在的收入已经明显的降低，是可以向 Social Security 重新申请审核 IRMAA 的。那并不是一定要继续支付这个高额的费用。最后呢，提醒大家，收入高呢是不会影响你有没有 Medicare 的资格，但是呢会影响你每个月需要支付多少的 Part B 的保费，以及是否需要缴纳 Part D IRMAA 的费用。非常谢谢Joanne针对于 IRMAA 这一部分的解说。今天呢，我跟大家想分享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哪些收入最容易踩到的 IRMAA。第二件事情是 Medicare 它到底呢会交多少的保费。第3件事情就是如何利用提早做 Roth Conversion 来避开 IRMAA。美国政府认为收入比较高的人呢，他应该负担更多的医疗成本。所以说，如果你的收入超过了一定的金额的话呢，除了正常的 Part B 保费，还另外再多收一笔呢，刚刚Joanne说的 IRMAA， 就是 Income Related Monthly Adjustment Amount。 那到底哪些收入会影响到 IRMAA 呢？政府看的不是 Taxable Income， 而是 Modified Adjusted Gross Income， 就是 MAGI， 也就是调整后的总收入。它指的呢就是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整和修改后的年度收入。基本上呢，它是你在总收入 AGI 呢的基础上扣除某些的扣除项目，或是做一些其他的调整项目之后的数字。MAGI 呢通常包括了 IRA 的提款、Traditional 401k 的提款，还有 Roth Conversion、Capital Gain 利息的存款啦，或者是租金的收入，或者是 Business Income 等等。很多人退休呢，第一年呢，他是因为卖了房子、卖了股票，领了退休金，收入一下冲高了，所以 IRMAA 就来了。我们来看一下2026年的 IRMAA 门槛。如果是夫妻合报的话，2026年呢，申请 Medicare 的朋友，你的2024年的收入呢，夫妻共同报税的情况下，如果超过了218000块钱就要多缴保费，
不然一般的保费呢是202块9毛。单身或者是夫妻分开报的话呢，超过了109000块钱，这个保费就开始涨了。保费呢是根据你的收入 1.4 倍、2.0、2.6、3.2、3.4 倍这样的一个增长。那注意了，这个只是一个人的保费。如果说夫妻2个人都申请了 Medicare 呢，就要乘以2了。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例子。John and Mary 呢，他今年63岁，原本呢他们2个收入是18万。如果没有做 Roth Conversion， 他们完全没有 IRMA Surcharge。但是呢，他们在63岁那年呢，做了15万美元的 Roth Conversion， 结果 MAGI 就变成了33万了。2年后，等到他们65岁的时候，两人的这个 Medicare 的 Part B 和 Part D 呢，都跳到更高保费的那一档。结果 Part B 呢，2个人每个月就多了405块8，那一年下来呢，就多了4869块6了。这 Part D 呢，夫妻2个人一年多了450块，所以那一年莫名其妙的呢，就多了5400块左右的费用。那很多人看到这边会说，那是不是不要做 Roth Conversion 呢？其实不是不能做，而是要选择合适的时间来做这个 Conversion。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第3个问题了，如何利用提早做 Roth Conversion 避开了 IRMA Surcharge。如果你今年呢50几岁、60岁，离63岁呢还有几年的时间，那这几年呢就是做 Roth Conversion 的黄金期，因为呢还没有到 RMD 的年龄，也还没有领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也还没有申请 Medicare，你就可以利用比较低的税率呢，慢慢的把 Traditional IRA 转到 Roth IRA， 每年控制收入，不要一次性的转。那这样呢，未来的 RMD 就减少了，退休的所得税率也会减少， Social Security 课税的这部分呢，也可能会降低， Medicare 保费呢，也比较容易控制。很多退休规划，它不是追求今年缴多少税它是要看未来20年、30年的总税负。例如说，今年多缴了一点税，那换来的是以后没有 RMD 的问题，没有 IRMA Social Security 这个部分少交一点税，还有孩子继承 Roth 的时候呢，也免所得税。很多时候可能是更划算的。如果你已经63岁了，那是不是就没有机会了呢？也不一定。如果收入突然的下降，比如说退休、配偶过世、工作终止了、公司出售，或者是符合特定的一些重大的生活事件，可以向社安局提出一个 SSA 44的这个申请，那要求重新计算的 IRMA， 而不是完全依照2年前的收入。但是不是所有收入下降呢都可以申请的，所以呢，最好的方法呢，永远都是提前规划。谢谢你的收看，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留言、转发给朋友们。我们下个影片见。